这个版本除常规的几套运营阵容外，有一半的分都需要靠特殊玩法来吃。那些看似通用的神器、强化符文甚至奇遇，其实都与特定的阵容绑定。14.1版本表现优秀的神器有这些，右边是它们对应的使用者。当你在游戏早期拿到其中一个时，可以考虑奔着它对应的阵容玩。接下来让我挨个介绍这些阵容的玩法。巫妖千珏，一次技能可以触发2段巫妖的伤害，用森林莲花的构筑，千珏不用追3，要么连胜开运营至4-2升8，搜2星千珏，1星奥恩加5连华4森林而后上9，要么连败开2阶段5连败，3-2小搜1星千珏加整体场面质量文血，4-2上8补出2星千珏，2星奥恩加5连华4森林而后上9。智慧默认或竞技雕像的都是巴德，只推荐玩有神器的巴德。智慧默认和竞技雕像有其中之一就可以。伤害体系的过渡很弱，再加上巴德对于装备的要求很苛刻，所以推荐连败开拿装备，3阶段启动。图中的板子，塞拉斯加加里奥在7人口的时候是左1，巴德塔姆数量多就在7级追3，否则先上8。连指手套决斗大师，美式决斗的节奏是6级小抽2星奇安娜带满装备，夜刃加吸血装，8级抽6决斗加1星刀妹或者2星盲僧。8人口有猴子就挂皎月，有洛就挂奶妈，什么都没有就挂石头人。吸血鬼结账或密营黎明的幽魂纳尔，有神器加独家就可以奔着玩。2阶段连败，3-2大搜2星纳尔，保证启动后的3阶段全胜。平均3-2启动后每输一波，排名就会下降1。如果是吸血鬼结账，就出羊刀水银；如果是密营黎明，就出双吸血或血手加吸血。枯萎珠宝斗士提莫，前排可以是4斗士，用传统的迅捷卡莎构筑，也可以是4护。阿木木或俄洛伊多时其中一个追3，但是一定要开4迅捷射手。墨之影是猛毒就可以替鬼书，6级地购一定数量后上7开3斗4迅捷，追出3星后上8。又出了新的小小英雄和棋盘，钱包跟不上节奏了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没错，趁着拼多多暑期大促，1块钱秒杀到了10万英雄联盟点券，点一下直接到账，这下不管是神话级小小伊泽瑞尔还是战斗学院棋盘都能拿下。我直接用秒杀到的点券买了一个小小永恩，商城里还有波波尾、小马、华松林第2幕宝典，咱们直接就是来一个大抢购。好东西不能独享，我把活动链接也拿了过来，趁现在没什么人知道，点击视频下方图标或者评论区置顶蓝色链接参与活动吧。世界专注泰坦圣贤露娜，前期世界专注给2星挖机带过渡，如果不是高容错进4阶段建议跑左1。2神域莉莉出龙刀，4神域莉莉出蓝 buff。强化符文篇，银色的强化符文主推2个，一个是神盾指环决斗，另一个是游神的盟友，发什么玩什么。第一排的是好卡，能直接定阵容的，像纳尔、千珏、提莫、杰拉这种可以直接赌。风女、奇安娜这种比较推荐玩正常的8、9级阵容，只是顺便删了一个2飞卡，比如发了风女过渡顺的话，那我就是养了一个3星风女的天龙95；发奇安娜，那我就是带了一个3星奇安娜的6决斗盲僧。金色的强化符文左侧是和运营阵容相关的，决斗灰、神盾使玩决斗，居神灰、灵体守护神、远射就玩护卫居神，夜幽之灰就玩夜幽95。右侧是英雄强化或者披着别的外壳的英雄强化，比如神圣刷新其实是赌蟑螂，扫地为妙是赌大嘴。五仙子之灰在你起手有瑞文的情况下可以是赌瑞文，用仙女那套构筑7级追3，即左1奶妈瑞文、妮蔻皎月、杰拉塔姆。彩色的除居神、夜幽、莲花冕分别代表各自体系的阵容外，来个好伙计的数据也很好，但是不能随到盖伦、贾克斯、女警、科亚斯，这些就比较差。此外，帕碰对应幽魂纳尔或者森连千珏，打气对应的是佐伊或者厄弗留斯。冷彩门票其实是大嘴的专属，便携端炉则适合用来开智慧默认或者竞技雕像玩斗士巴德。最后是奇遇，凯隐奇遇大家比较喜欢去玩2-3费卡，其实不太合适。游戏在5-4结束，主要扣血的阶段其实还是4阶段。玩低费卡的人前期拉人口拉得很急，在4阶段很可能还是全2星的质量，是打不过正常玩4费卡的人的质量的。所以我建议该怎么运营着玩就怎么玩，连败都可以，但是不能极限卖血吃吉星。左一的基数奇遇是用来玩95的，因为7级跳9级比正常对决的7级、8级、9级所需要花费的金币更少。另外，如果能有玩斗圣卡莎的3尊者组合，在这个城邦也是减分的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关于14.1版本特殊玩法的全部内容了。有需要本篇攻略高清大图的，可以去公众号手人猫咪上查看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